等你们了，穿那么漂亮怎么啊，那么早就来了？就必须呀。你坐在那边等我有压力。回来你们一定很开心吧？他回来很开心，我闻到那个机场的味道就就是这个味道。多久没回来了？这一次？这一次1年半哦。他1年半1，年半。你呢？所以半。他有回来拍戏对啊，啊回。来拍戏。那你在台湾习惯吗？开始比较不习惯，现在差不多你现。在讲话都有点台湾腔了，到底？对，他有台湾腔。他讲话有一个扁扁的，是哦，这样哦。扁音。来。全听你说。老婆坐这边吧。好，可以啊。好啊。来，我们来讲一讲，就是我很久没有见你们，你们两位听说应该是在我们圈内里面被隔离最多次的一对夫妻吧，或艺人。就在这2年里头，你们被隔离了5次，有4次还是14天的，就是我。他比较对，而且还有2次是跟小孩。你干嘛这个2次跟小孩？跟小孩隔离很恐怖哎。会吗？会。真的，我一开始我一直觉得自己你是贤妻良母啊。对，我觉得我跟小孩之间的那个亲子关系是非常良好的，但是14天待在很小的空间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地狱。听说你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，你为了要跟孩子隔离，还特地找了一个民宿，空间大一点，2层楼的，还买了很多玩具、书什么，对 ，all prepared。结果我就是漏了一个东西。什么？我们那个民宿它的设备有点旧，它的那个电视不是现在的那种，就是可以看网络的，它没有网络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看台湾 local 的电视节目。然后小孩一看到他们就开始，我的卡通怎么不见了？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广告这种东西。那个算是他们第一次隔离吗？还是第一次隔离 ？OK， 第一次。就是我也不懂是这个样子，我就说这是广告。然后因为广告真的重复性太高，他就很浮躁嘛。然后弄到我在那边煮饭，我就很火嘞。我说不要再吵了，我每天都在吼小孩。直到有一次 A 等不知道讲什么，他又跟妹妹吵架，我就在那边尖叫，我就受不了，我说不要再吵啦。我的大拇指就削了一块肉。我的天哪！对。那我就打电话，我就问那个防疫局，我说我现在我手被切到血流不出，可以去看医生吗？很尴尬，一个贤惠的妈妈牵手了。对，然后他说哦，你可以去看医生啊。我说可是我有小孩。他说哦，你可以带1个小孩。我说那另外1个呢？他说哦，另外1个没办法。然后后来是那个防疫局人说，不然我帮你买那个就是药啊什么的。我说好。然后我一弄下去那个之后，真的眼泪都飙出来，就骂脏话，超痛的。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台湾了，他们在隔离，没有，那个时候还在新加坡。我是先带小孩到台湾，那种感觉很无力。其实这2年来，我们2个一直隔离跟一直分开，蛮严重。特别是他自己带小孩比较无力吧。如果你一个人单身，其实 OK 吧。小孩超无力。你带过的隔离是几天？一次是跟 Aden Avery， 一次跟 Aden， 就带过1个小孩。Aden 应该比较大，比较好。可是因为我是生活白痴，所以哇，你可以讲这句话是你老婆很疼你咯，你老婆很喜欢这句话，整个人有光哦。对啊，其实真的是靠他，不然我应该死了吧？因为在新加坡生活真的很安逸。然后我照顾自己，我觉得我很 OK，所以一直觉得没问题啊。而且又是艺人，我们什么我们很独立啊，自己出国拍戏什么的。你讲生活白痴很笼统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就知道我可以不要吗？他这个还是一个。那我就只跟凤姐说了，你们先不要说哈。就是那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他是在台湾的嘛，我就去找他。那晒衣服不是这样晒吗？他是这样晒的嘞。然后我说，我就拿下，大哥，衣服怎么是这样晒？那你不是前凸后翘吗？他说，可是穿在身上不就平了？他都是乱晒的。他是驯兽师啊，我觉得那个动物啊，就一直给他训练了9年。你既然是这样的人，你怎么敢带着你的儿子去隔离呢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因为我照顾我自己没有问题啊。他这些都是习惯啊。没有，他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，就是像平常我会煮饭什么，他都说很好吃，不是我会煮嘞，是他的要求真的很低。那请问你的儿子最后怎么样？在那14天里跟父亲？因为那个时候很奇怪那个感觉，就2个男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2个男生家里突然阴气不见了，阳气太旺盛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而且是大概6个月的时间。你们到目前为止，你们的人生记忆里是没有2个人独处的。没有。OK， 就相依为命的感觉。而且是那种日复一日，对，14天呢。对。然后一早上起来，就是你头脑永远想着的是，我小孩还活着吗？这还 OK 吗？就一直是处于这样的状态，我就觉得，哇，妈妈好伟大。你的障碍是在哪里？你碰到什么？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难，而且很烦。我要把它做好，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。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
做不好，那你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？你会就崩溃吗？或者很崩溃发脾气？那时候我觉得我几乎有点忧郁的一个状态。不过我有一次就是哭了，在晚上。真的啊？对，然后我不想让 Aiden 看到，可是他看到。你的哭是无力无助。对啊，气自己不是一个好爸爸，对，还是也不要再讲了。还是想控制一下想老婆？想老婆也有，但是主要是觉得没有办法把小孩照顾好。然后因为是我要把他们带去台湾的，其实很多自责的成分。那这样对你也不公平，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强项。对你看到这样的真的不是强项老公，你也会觉得舍不得啦。我一开始不知道有这么严重，所以我第一次隔离，我们两个分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说做家务跟照顾小孩对他来说压力这么大。那段时间是我觉得吵架最多的时候。就有吵架。但后来我才理解，我当时没有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想。我们在这段时间其实也在学习，就是原来我们也在了解自己。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一直4个人都在一起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困难。那后来就发现，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以前没遇过的，没有想象到，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困难的。我也是跟孩子说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那今天我们的目标，不管是爸爸的还是我的，能够认同的话，我们就要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。那这样，当爸爸碰到一些障碍的时候，刚好是妈妈的强项，你自己都没有碰到一些比较情绪上的难关，甚至于你还要安抚他，然后告诉自己说这个我行，我 I take it。没有那么顺利。那段时间就是我自己回来工作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带2个小孩嘛，他不会直接就是讲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丢在这边干嘛干嘛，他会在语气上会让我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人在这边很爽？怎么说？什么意思呢？他你回来是工作嘛，对吗？他会说你在干嘛？然后我可能在外面吃饭，他就会说你在吃饭，你就觉得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在这边逍遥吗？你可以感觉得到，对我感觉到。到。还有一次你记得吗？有一次我跟朋友在吃饭，那也有其中一个是客户，然后我们就在视讯嘛，我说跟谁谁谁在吃饭，然后我就转过去就是打招呼，打完招呼之后，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，其实你刚刚把电话拿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把电话拿走。所以他们其实不记得，你好像有点不开心，就是在生气了，对吧？他说他们这会是你做的事情吗？你会觉得，所以我拿过去，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？因为拿过去，我说放进这，然后他们其实是没有看到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也觉得你有一点白目啊。你老公的时候差不多要生气，你不会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以你的聪明个性，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，或是我会想说这个没什么。我一直以为就是那时候我们不能互相体谅嘛，我觉得。你应该要体谅我啊，那他可能也觉得说，我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一个人带2个小孩很辛苦什么的。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的情绪上都有一些挣扎。我的感觉，我记得跟他是一样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国外工作 ，easy， 你懂吗 ？easy， 就是我一天拍戏16个小时。你现在知道他现在一个人在那边拍多爽？回去工作，就我一天拍16个小时，我回去睡个觉，隔天起来拍戏，在1个礼拜这样子。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可以反映到什么？原来出外工作不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，妈妈比较辛苦，妈妈或全职的父母是真的最辛苦，其实无心的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感受，因为我自己已经在水深火热当中。然后那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就更了解彼此。他不理解当时我一个人在这边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，因为我都是跟孩子一起睡觉了，不习惯。然后我已经很思念孩子了，我想要赶快把工作结束，然后赶快回到小孩身边。我是这样的心态在处理我的生活中的每一天。可是他觉得说，yes， 你去那边哇，每天喝酒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感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我的感觉是。我在台湾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 handle， 因为第一是繁体字，然后很多很基本的东西，比如说付瓦斯费，它的那个系统就跟新加坡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可是在台湾要做这些系统，对我来说我不明白。对，每一件生活琐碎的事情都是你胆战心惊在学习的事。没错，而且那段时间是我刚到台湾，所以我刚到台湾，我很多东西还在摸索，然后我又要照顾这个小孩，然后自己的情绪上面还有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在这里不是开玩笑，我还是在见导演啊、见制片啊、找经纪人啊，所以整个状况让我觉得很手足无措，我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个。那你在新加坡，如果你有办法的话，你可以帮我 handle 一下，比如说瓦斯费到底怎么处理？对，我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他很多台湾的东西全部都在问我，而且他之前已经在台湾住过2年嘛。对，差不多。那我就想的很简单，想说，你之前也住过啊，那不然你之前怎么活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看不懂繁体字啊，那不然你要怎么念剧本，对不对？不一样我就想的太简单了，真的不一样。这个我必须也要替他反驳一下。
可能你要听他反驳啊？那我先走。不是，你先走，我先跟你讲啊。虽然很多简体字啊，我也是读繁体的，很多简体字字面上你会读过去，路牌我忽然把你挡住，读一个我也读不出哎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就是对很多人讲繁体单的字字，看确实不理解那是什么。每一件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都是我胆战心惊在学习的事情。啊，辛苦你了，你真的好不容易哦，你真棒。谢谢你。结果最后你们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危机？我们最后那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乎没有联络。哈，搞得没联络，1个月多，因为我们太多，搞到没联络我们太多情绪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解彼此。对我说好，那就没有办法再沟通下去。我那一次电话挂完哦，你知道我是气到我没有力，我就瘫在地上，我根本不能动。然后想说好，那我要转换情绪，我就已经有点就是心理影响到生理了，那个就挺危险的。很恐怖啊，很危险。对啊那。段时间其实我们2个都有意识到的。最后怎么样再拾起彼此在沟通？我觉得我回家之后就好了。只要我们4个人在一起，就感觉像这个 team 一定要就大家都在一起我们，不可以分开。只要有一个人一抽开，就不平衡了。主要就主要是是这样不要让他一个人带2个小孩太久，几天他还是可以的啦。1个礼拜， 1个礼拜他可以咬着牙就是撑一下，对。你经过那件事情，你到现在还没有复原就对了。经过了这一次之后，我就觉得太强了。这个女生，我觉得她有一种发自内心很想要把小孩带好、带健康。天下没有比她就是小孩跟她在一起更安全的地方，对我来说。哎，你们所以跟他在一起他好意思称赞我，哎没有谢谢，是认真的大家都静一下。我觉得今天大家很客气对呀，呀，哎呀，干杯啦！你们怎么都那么诚实？这样我才可以自己出国拍戏。但是我更想要知道的就是，我知道邦君的出道才华，磊鑫的出道好像就腾空而出这样的感觉。哎，没有哦，我有 audition 的吼。audition 第几名啊？他好像没有分名次，他就是在台湾有一个 audition。那时候我在台湾就是拍广告嘛，我那个年代拍广告还是用那种 film。我记得我拍一个那种某个那种卫浴设备的，跟一个小朋友要吹一根羽毛，要吹到这边。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家拿一根线吹这个羽毛，就这样4个小时，哎，不盖，就是一直这样，然后站在那边，真的很辛苦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真的太无聊了，我想要拍戏，我想要就是有对话。然后我的经纪人就说，他觉得拍戏很辛苦，而且台湾很竞争。那时候我年纪，我差不多也是25、6岁。那你这个时候才要跳进来拍戏，太迟了。他讲了很多就是要我打退堂鼓的话。就在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跟我一起拍广告的另外一个演员就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想拍戏？那个新加坡的电视台在台湾找人。”那我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我就试试看看。”就刚好我又被选上，那我就来了。其实这个过程是没有拉很长的。你不怕是一个骗局我啊？很怕，因为我上网 check 那个 Midcop， 然后想，哎，真的有艺人哈，这个网站不是假的，然后想，应该可以。你带多少的行李来？哦，我行李还挺多的，因为我什么棉被、枕头都带，怕新加坡东西很贵吗？我什么都带来了。我还那时候打给 manager， 我说，我有2、3箱东西要先寄到公司，可以吗？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地方住嘛。manager 说，你东西很多吗？会不会很重？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电梯。我吓到，我说，哈，堂堂一个电视台没有电梯。我们是整个山丘好吗？我就很害怕，真的。后来我就是下飞机看到经纪人是正常人，然后他带我去吃鸡饭什么，然后帮我住饭店，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发现公司很大很好，它是有实体的，不是每个地方都没有电梯，就只有他们那个 office 没有电梯。那你已经27岁了，算是老艺老妹，对，对。已经有人跟你讲说你出道算晚了吗？其实我在台湾有参加一个牛仔裤办的比赛，那时候前3名可以跟贺军翔一起拍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真的第3名，我就跟贺军翔拍那个行路嘛。他的经纪人就是有点想牵我，然后牵我，他说你几岁？我说25，他就立刻脸就好，那没关系。本来是对我有意思，一听到25岁，人家就觉得老。但是27岁的磊鑫来到新加坡之后，还是惊为天人。很多人说他长得像桂纶镁，你自己这里卡住说不出来。你卡了是？不是，我你就跟你讲，敢说，不是，也就是因为长得漂亮啊，还可以啦。才会入行。不管他几岁，只是缘分没到。27岁说出道就出道嘛。
你的缘分幸运是在这里。幸运，谢谢谢谢。OK， 好，对来邦君，怎么样？邦君要出道之前，你们猜我在哪里看到邦君？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蝴蝶秀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青给。你在跳情歌哦？他做蝴蝶，对他在，我其实是紫色的发亮的蝴蝶。请问有穿那个 stocking 吗？对，就是全身裙。我是不是有叫你啊？有，好像小时候有合作过。好像有合作过还是我忘了，对。然后就看到你在那边，没多久你就才华就出现了。对，我记得，而且我看到你我还蛮兴奋的，而且我又不能间断我的表演，所以我是这样，一凤姐，我记得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就是邦君从小都有这个明星梦，对吗？我是从11岁开始就很想要演戏。参加过什么？像11岁的时候我就参加演员训练班，然后之后就开始演出一些彩虹夏日营啊、Hippo and Friends 啊一些小孩子的节目，这样间断中间都有拍 Heartlanders， 然后 Growing Up 什么这些，就一直演到当兵。当兵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文工团。会参加才华，是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要追寻演艺的梦就是才华，就觉得才华它就是一个梦想，演员诞生的地方。对，而且那时候年纪很小，可是我一直有一个像是感觉嘛，就是我会变成才华冠军，我会赢取这个比赛，我会赢得这个比赛，而且还蛮清晰的。然后我就你这些东西以前有没有跟人家讲过？人家不敢讲，会觉得我很嚣张啊。其实到现在当然是觉得我很嚣张。然后这个感觉就一直推着我往前进。其实那段时间有很多选秀比赛，每一个比赛我爸都很紧张嘛，说要不参加这个，要不参加这个比赛，那个比赛，每一个比赛我都不要。所以一入才华深似海，梦想就在前方了。那个时候自己在比赛的整个阶段，觉得自己一直都还是比较有希望的那个人物吗？就觉得，因为我从11岁就开始了，才华的时候我是22岁，所以很多人他们这是我刚出道的那一刻，可是我已经熬了11年，我这11年从来没有停过。这个才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我是用命在比赛，那个时候对，因为我们彩排的地方其实蛮旧蛮脏的，然后练习的时候割伤了，然后我就不理他嘛，我要继续排练。用什么东西割伤？不知道是武器还是什么，还是跌倒还是什么，就有一个小割伤，然后我没有管它，之后就发炎了，肿了很大，我就一直不管，可是到最后真的就是变成那么大，然后这边已经起脓包了，哎呀，我就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说要开刀。然后把里面的脓都吸掉，一个大洞哦，然后每一天都要去医院清理，每一天我还照来彩排，然后比赛那天还是照表演，腿不要紧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比赛做到最好。那个时候新闻有知道吗？还是制作者？他们都知道，可是我就是跟他说 OK 啊，医生说可以。我是觉得如果我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舞台上的话，我一定会后悔。得到冠军是你觉得是你真的是用尽你一生前半生的力量？对。你都已经是拼了命的去得到，而且我记得就是宣布我是冠军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回去再看那一段画面，看很多次，因为之前有人告诉我，就是感觉上我很嚣张。台湾黑出新秀2007总决赛冠军得主是 S 4陈邦君。因为我记得我当场的感觉是，对了，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，我用尽我所有的能力，它真的发生了，就真的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想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这11年来的努力，我只想要好好。那时候就是纳丹总统还在那边，我就很客气，之后我就谢谢，我就马上回到自己的那种享受的那种状态，所以我回去看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嚣张的，看起来。那时候老婆知道他是才华冠军，你有没有去看他的以前的 playback？我后来听说他冠军的那一天，那个比赛有流鼻涕，所以我特地去找他流鼻涕的样子。对，我只是想看是流的多。流鼻涕啊！他在演戏的时候还喷口水，说实话，而且还流很多汗。对，又汗又口水又鼻涕，真的超丢脸的。真的是使尽了全力。OK， 所以邦君出道了之后，整个才华冠军的演艺道路有顺遂吗？大家都知道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我真的要去细读你。为什么会没有？因为长得不好看，演技不好。你不能，然后不能这样说。你这样说，最起码旁边这个个性也不太好。赞同。我觉得他会赞同。我觉得人不是看外表的。我对演戏的看法那时候还是
一直很用力嘛，流鼻涕有什么就很用力的在演，所以其实说真的演技也不好，语言能力也不怎么样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也很幼稚，很不圆滑，所以我觉得也得罪蛮多人。那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因为我生命当中只有演戏，其实我没有太多自信心。那如果我没有办法把戏演好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是。所以我一定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，说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，那我才有活着的价值。而且你需要的是外在的认同。对，所以当你需要，我就会 overcompensate，就是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我很厉害。有碰过钉子吗？很长啊，超长。比如说，人家会真的，因为我碰过有几个才华的，他们多少也是有那个压力，他们也不想毁掉那个才华的头衔，然后人家就会问，你以为你才华就很会演戏啊？你碰过什么钉子？出道的时候拍了沸腾冰点跟小娘惹之后，我就没戏拍了，所所以第一年的那两部戏都还不是主角哦。第一部其实算是主角，不过因为我不红嘛，所以就是其他的演员的宣传会比较多。然后第二部又是小娘惹，又是大制作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没问题了，我的事业没问题了，之后就没工作。为什么？有没有去问过为什么？我那个时候不敢问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我像你说的，长得又不好看，演技又不好，又难相处，谁要跟你工作？我觉得主要是这3个原因。所以你那个没戏拍的日子怎么办呢？刚开始我就忍，就要不要紧，以后会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可是我的合约也会到的嘛，然后你的 show count 没有达到的话，你可能就没有下一个合约了。那如果我不能当全职演员的话，我这一生就完蛋了，因为我没有后路了，我就很紧张。你又在流汗了。对，又在流汗，没有拍戏都在流汗。之前我11年来，我有认识一些制作公司啊，我就开始主动去联系他们。然后之后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个 casting 是那个 Fighting Spiders， 我会跟我经纪人说，经纪人说你不要去这个东西，他们已经找到人，只是 casting manager 他们有一个数量，你下去只是冲人数。然后他就说不要去，不要去。可是我还是去了，我还是自己去。你还蛮叛逆啊。因为我觉得我都不听话，可是如果我没有戏演，我没有办法当演员，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样。一开始我没有想要结婚，因为我很怕离婚。我会觉得承诺都是屁，因为我奶奶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，都这样子活到7老80，为什么不行？你们全家就冒着隔离 COVID 的风险去了台湾，真的不应该。你们是早就应该有计划了吧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感觉得出来，我这几年的压力很大，是，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好累哦，就是要撑着这个家很累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